Hello， 大家好，我是知识居。本期火影问答收到的提问是：阴阳属性、阴阳盾、阴阳之力有什么区别？这也是个月经问题了，是在讨论鸣人的六道仙人模式时必定会牵涉到的一个点。常见言论：六道仙人回收了鸣人的阳之力，所以鸣人开不了六道模式了。鸣人因有阳之力印记的右手断了，所以没有六道之力了。阴阳属性、阴阳盾、阴阳之力在名称上非常相近，确实很容易搞混淆。本期视频就来详细说说这三种能力的区别吧。首先是阴阳属性，这个非常好理解，就是查克拉属性和风火雷水土属性并列，共同构成了7大查克拉属性。只有拥有该种查克拉属性，才能使用相对应的术式，即拥有阳属性才能使用阳盾，拥有阴属性才能使用阴盾。像医疗忍术、秋道一族的背花术就属于阳盾的范畴，幻术和奈良一族的影子魔法术属于阴盾的范畴。火影里已知有8位忍者拥有全部的7种查克拉属性，分别是辉夜、羽翼、绝、斑、飞剑、日斩、卡卡西、大手丸。我们的鸣人和柱间缺少了阴属性，佐助和带土缺少了阳属性，只有6种查克拉属性。然后再来说说阴阳盾，阴阳盾是六道仙人结合阳盾和阴盾开发的进阶能力，既能使忍术无效，也能从无形中创造形体注入生命。鸣人救回凯的性命，帮卡卡西造眼球，用的正是阴阳盾。那有人会问了，鸣人没有阴属性查克拉，为什么能使用阴阳盾？你看这里不是写得很清楚吗？鸣人得到了羽翼的力量，能够完全发挥出阴阳盾之力。没错，鸣人能够使用阴阳盾也是拜六道仙人所赐，在六道之力耗尽后，鸣人就不能使用阴阳盾了，所以大结局鸣人无法治愈自己的手，也无法给凯重塑腿。另外，阴阳盾虽是阴盾结合阳盾的进阶运用，但并不代表你有阴阳查克拉属性就能使用阴阳盾了，这和血祭仙界是一个道理，你有水火属性查克拉不代表你就能使用废盾。最后是阴阳之力，这是六道仙人赐予鸣人的阳之力和赐予佐助的阴之力，一同用来发动六道地宝天旋的封印术士。除此之外，阳之力和阴之力并无其他作用，即便在封印会议后，鸣人的阳之力被六道仙人回收了，也不影响鸣人在中烟谷决战中仍能使用六道之力，开出六道仙人模式。很多人认为鸣人救凯给卡卡西造眼睛使用的阳之力，其实是因为我们被这里的分镜给误导了，毕竟2次都给到了鸣人右手掌上阳之力印记的特写，如果不是公式书上实锤了这里是用的阴阳盾，那是阳之力还是阴阳盾就真说不清了。你可能会问，这2次鸣人都是用的右手，会不会太巧合了？我只想说，因为右手是鸣人的惯用手，鸣人用的顺手而已，和你一样。最后总结，阴阳属性是查克拉属性，阴阳盾是阴盾结合阳盾的进阶运用，具备使用忍术无效化和注入生命的作用。阴阳之力是发动六道地宝天星的封印术士。好了，本期火影问答就到这了。如果你还有关于火影的疑问，欢迎私信给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知居。又曾说过，任何书都有弱点，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他自己。不过鼬最大的弱点不在技能，而在他自身。燃烧体虚是在讨论鼬的实力时一定不能绕开的2个点。之前放完天照阅读就上气不接下气，开次虚佐都能大吐血，况且他还那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经常跑去淋雨。可在秽土之躯下，鼬这2个致命的弱点就被填补上了。天照随便放，须佐来赶路，完全不用在意身体是否不适，因此深潜的鼬和秽土鼬实力差距会很大。可虽如此，鼬仍有一个招牌技能，即便是在秽土之躯下也掩盖不了他的弱点，那就是一野那美。这个扭转4战战局让鼬洗白生活的幻术似乎并不是那么实用，这4个缺点决定了一野那美的实战作用非常有限。缺点1，使用代价太大。释放一野那美需要以1只眼睛失明为条件，妥妥的伤敌800，自损1000的技能。不过我敢说，这点基本上是被视而不见的，不然也不会有人动不动就来一句又一个一野那美给你秒了这种言论。如果不考虑医治别人的血轮眼的情况，那鼬这一辈子一共只能用2次，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他敢用吗？由于需要失去1只血轮眼，也就是说，如果鼬使用了一野那美，就意味着他接下来就不能使用左眼的阅读或者右眼的天照啦。说白了，一野那美和阅读天照是不能共存的，3者你只能选其2。此外，失去1只眼睛还会影响到须佐能乎的使用，虽然单眼也能开须佐，但对瞳力的消耗势必会比双眼开要大。以鼬的查克拉量以及身体状况，开一次须佐本就能要了他的老命，要是只有1只血轮眼，须佐怕是开了就秒没，还惹来一身病痛。所以用不用一野拉梅可得仔细想清楚啦。
缺点2，施术条件过于繁琐。根据右自己的描述，要发动一眼腊梅，必须要先用显灵眼记录自己与对方的触感，然后再让相同的触感重现并再次记录，这样一眼腊梅就能缝合2次相同触感，制造无限循环。大家觉得这很容易吗？我觉得这比直接杀死对方还要难。一眼腊梅以触觉为媒介，也就是你得先和对方发生肢体接触才行。那遇到水门这种稍微敏捷一点的对手，你摸不摸得到呢？又或者是摸到全身被杀之铠甲覆盖的我爱罗，被须佐包裹的佐助，这到底算不算接触呢？本来和对方接触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你还得和对方接触2次，2次的触感和情景还得要一样，这难度可想而知。绘图佑仗着自己是不死之身，多次以自杀送人头的方式接近斗，要换作是生前的佑，这得冒多大的风险啊！万一被反杀了怎么办？其实我一直很奇怪，体术并不是斗的强项，近战也只能靠查克拉手术刀，不晓得斗为什么非要和佑竞争，搞不懂。后面佑为了诱导斗重现刚刚的情景，期间可是被斗单杀了2次，咬断手臂1次，幻术控制1次，全靠着绘图之声和佐助的帮助才活了下来。所以在实战中想要完成一眼娜美的循环条件，难度是非常大。我知道有些人会说佑想活捉斗，不敢下死手，可问题是斗也想重新控制佑，活捉佐助霸占他的身体，也不敢下死手呀。明明2边都在放水，不知为何总有人觉得占便宜的只有斗。缺点3，对大部分人无效。我又敢说，这也是被日常无视的一点。有多少人是默认一眼娜美对任何人都有效呢？可事实上呢，一眼娜美最初是为了惩戒滥用一眼纳奇的人而发明，为了帮助那些自我怀疑、逃避现实的人找回自我的一个幻术，也只有对像都这样妄想成为别人、找不到自己定位的人才会生效。可整部火影里，除了都还有几个这样的人？我鸣人找回佐助，当火影目标明确；我大蛇丸探索真理，一心扑在搞科研上；我3代鞠躬尽瘁，守护木叶，个个都意志坚定，朝着自己的目标在前进。谁会中你这个一眼腊梅啊？缺陷4，中书者可自行破解。一眼腊梅不像阅读，它本身是不会造成任何伤害的，只要你能找回自我，就可以解除控制。虽然这在 EVE 里没有任何意义，中了一眼腊梅又马上补刀就能将其击杀，解开阅读可能还要在医院躺半个月，但解开一眼腊梅可是毫发无伤哟。综上所述，一眼腊梅看似很强，实则桎梏太多，代价太大，实战中很难发挥出作用。相较而言，阅读就要使用太多了。好了，除了一眼腊梅，大家还知道又有哪些弱点呢？欢迎留言补充。本期视频就到这了，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知居。本来这期视频要讲辉夜的实力，但在此之前，我觉得还是来把叶凯和巴士神空机哪个是最强体术的问题先解决一下比较好。话不多说，先来看看2个术的实战表现。辉夜的巴士神空机能一招轻松粉碎佐助的须佐，注意这里的须佐是拥有6道之力的完全体须佐，全力出击的话可以撂到6道鸣人的查克拉乱拳。叶凯的强大则是表现在踢毁6道班左半身的同时，班的身子撞碎了求道玉，所以巴士神空机与叶凯的比较通常会演变成完全体须佐与求道玉的防御力比较。先说求道玉，求道玉是利用阴阳遁术制造的形体，同时加入阴阳5行其中属性的高密度查克拉。它强就强在它能化解出仙术外的所有攻击，像维寿玉这样的核弹也都无效。但是呢，对上带有仙术查克拉的攻击，求道玉的表现又怎么样呢？看这里，鸣人和4代联手使用的仙法螺旋丸直接击碎了带土的求道玉屏障，天爪矛拼不过带仙人之力的须佐长剑。还有这里6道鸣人的求道玉棒被班的仙法蓝盾光牙一切就断，可见求道玉因为化解忍术的特性，大部分时候是无敌的，但在拥有仙人之力的对手面前，并不是绝对防御。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在中烟谷之战时，佐助的须佐之剑和鸣人的求道玉正面冲突产生了爆炸，但是这里的须佐之剑是佐助的半身须佐射出来的，在与斗战斗时，半身须佐的剑连中乳石柱都射不断。这里的半身须佐虽比和斗战斗时强了很多，但总归不能射穿6道完全体须佐吧，所以通过叶凯踢碎了求道玉，是得不出叶凯能破佐助的6道完全体须佐的结论的。说到须佐，我就不得不插一嘴，大家有没有发现，每次提到破须佐，总有人拿着美名的飞盾融须佐、纲手雷影打烂须佐来说事，我就很奇怪，他们都不看纲手，他们破的是什么须佐？辉夜拍碎的又是什么须佐吗？骸骨须佐也配合6道完全体须佐比啊？至于班所说的叶凯扭曲了空间，实际表现仅仅是叶凯速度太快，冲击波太强，把班的西藏给弄弯了而已吧。但不知道怎么后来就被夸大成了叶凯可以扭曲时空间大门，关闭神位空间，破黄泉比量版了。不懂。再从班的伤势来看，单眼6道班的确被叶凯毁了左半身，可是吧，获得6道之力后，佐助一个前鸟刃也可以把双眼班拦腰斩断。
黑爵一个平 A 甚至能把3眼班捅个窟窿，那我是不是可以认为黑爵要是踢班一脚也能踢出和叶凯一样的效果呢？我也不知道是从哪里传出了叶凯一脚差点踢出大结局的说法。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佐助的粉丝也完全可以吹佐助一剑差点砍出大结局了。最后是班被叶凯踢到了神树上，神树树干只被砸了个坤，远景看是这样的，犹如皮肤撼树。对比6道鸣人的砍断神树的仙法熔遁螺旋手里剑，叶凯这点威力还真是不够看呢。当然呢，我不是在贬低叶凯，只是想表达人类的极限力量确实和6道之力是有差距的。你穷尽一生的所学，或许只抵得过人家一个平 A， 而政治书上是给鸣人一代连弹的威力下过死结论的，就是能与小李8门全开的8门遁甲相匹敌。4战那会儿，小李仅能开到6门，所以凯吹就得出结论：80神空击仅有6门招孔雀的威力。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当时是怎样一个情况吧。九老妈在提炼完查克拉后，鸣人分出了5000个影分身围攻辉夜。叶凯大于6门招孔雀，等于鸣人一代连弹大于80神空击的逻辑。那言下之意就是招孔雀就能破佐助的6道完全体虚佐喽。还有人说叶凯只踢了一脚80神空击打了80拳，这样比较对叶凯不公平。那如果80神空击只打1拳的话，是比不过叶凯一脚的。日向的八卦64掌要是只打中1掌，那还能叫八卦64掌吗？我怎么记得八卦掌打32下叫八卦32掌，打128下叫八卦128掌呢？既然叶凯要来碰瓷80神空击，那不是就得和打满伤害的80神空击比？怪力无双能顶飞辉夜的1拳，就代表能顶飞火力全开的80神空击吗？这种逻辑就好像是某位联军用水遁浇熄了好火灭却里的一段小火苗，就开始吹自己的水遁比班的好火灭却强了一样。况且叶凯只踢了一脚，那是凯一次只能踢一脚。辉夜的80神空击打了80拳，那是辉夜只想打80拳而已。一个锁死上限，一个没有上限。实战表现比波时，凯吹一般就会开始抠字眼了，说政治书上用究极体术来形容叶凯，用超长体术形容80神空击，究极比超长程度深，所以80神空击不如叶凯。有没有谁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的，可以帮我解释一下究极和超长哪个程度更深？既然要抠字眼，那好。资料上对80神空击的描述是以仙道之力撼动天空，对比一下叶凯，别说撼动天空了，连神树都撼动不了吧？如果要我来对火影里的体术做个排名的话，那么第一毫无疑问是辉夜的80神空击，第二是6道鸣人的查克拉论拳。爆头，你既然那么喜欢凯，就真的别给凯招黑了。我刷10个火影视频，有9个弹幕里都会出现叶凯一脚踢爆这谁谁谁的，这样真的很败坏凯的路人缘的好吗？凯还剩一条腿，生活还能自理，就别老想着让他老人家再开一次8门了好吧？小李也是一样，人家有妻有子，家庭幸福，生活美满，天天说他开8门打大头目的人居心何在啊？放过他们师徒2人吧，求求了。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火影人物吹9分实力1分吹 ，Hello， 大家好，我是吃居。博人传第2个阶段性 BOSS 大头目意识正式下线，那是时候对他的实力做个总结了。看看这个拳打鸣人、脚踢佐助的上位大头目实力究竟有多强？先说一世遭辉夜偷袭的事，一世和辉夜的关系地位，正如陶氏与金氏，金氏对陶氏那是绝对的服从，陶氏想吃金氏，金氏连一句怨言都没有的，甚至是心甘情愿化作丹药被吃掉，足见大头目上下级之间的身份地位的差距。加之大头目一族有着同族不能相杀的戒律，所以辉夜偷袭一世这种事是一世完全不会想象到的，意料之外之事，自然防不胜防。但事已发生，就免不了被为结果论者拿来大做文章，踩扁一世。好在一世很争气，向我们展现了足以媲美辉夜的强大实力。接着，上面皮古拉对外可以缩小一切分身命体，用来化解攻击。鸣人的螺旋丸一瞪就没，佐助的草剃剑一瞪就变玩具，可以说克制了99%的人数，并且一世奉行的原则是能够缩小自己躲技能，就不浪费查克拉去缩小对方，哪种方式方便就选哪种。有些人会认为放大缩小会遵从质量守恒原则，即便一世能把天爱真心缩小到弹珠大小，那还是可以把地面砸个坑。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上面皮古拉在改变物体大小的同时也能改变质量，比如黑棒在放大后就有了前置9尾的力量，黑立方在缩小后就跟颗骰子一样，掉地上并不会把地面砸个坑，只是不能像蚁人那样变小后既能骑蚂蚁又能把车砸出坑。另外，上面皮古拉还是个修，为什么佐助不带小樱纲手过去奶他们？这下你懂了吧？
和少明皮古纳配合使用的就是医师的另一个秘术大黑天。这个术可以把缩小的东西存放到一个时间静止的空间，再根据需求随时召唤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大黑天空间里的时间是静止的，也就是说这招可以封锁住火影最强忍术膨胀求道玉。其次，大黑天和少明皮古纳都是瞳术，能做到秒放且几乎没有 CD， 更没有副作用。但是呢，医师的左眼可是白眼，具备透视能力，挡视野是没有用的。除了2代秃鹰的隐身能力和一些屏蔽视觉感知的科学忍具，大黑天配合少明皮古纳几乎无解。比较奇怪的是，这2个瞳术都是医师的米字眼发动的，但慈弦普通的2眼也能发动。更奇怪的是，官设慈弦拥有轮回眼，可慈弦也好，医师也好，都没用过轮回眼。不清楚医师这个金色的米字眼是不是就是轮回眼，就像陶氏的金色轮回眼那样，是普通轮回眼的升级版。有了少明皮古纳和大黑天2个神技，医师配合其进攻的就是黑立方和黑棒，这也是医师最主要的忍术输出手段。黑立方能干扰感知，黑棒能封锁查克拉，且都拥有不俗的杀伤力。仙湖鸣人连舍人劈月的金轮转身爆都能接下，但被医师的黑棒一插就倒。那黑棒对普通忍者基本上是一击必杀，只是医师很仁慈，从来不插头不插心脏，可能是想着留他们一命好为神术吧，毕竟蚂蚁再小也是肉呀。另外，医师插人也是有技巧的，一般都是先将黑棒变小，在不经意间插入对方身体里，然后再瞬间复原，予以重创，给人的感觉就像是黑棒凭空出现在你身体里一样，猝不及防。有人吐槽为什么佐助不用神罗天阵弹开黑棒，那是因为根本来不及。佐助亲口说，黑棒的攻击速度连血人眼都只能勉强捕捉到，在这么快的攻速下，身体可不一定能反应得过来，所以医师插佐助鸣人是一插一个准。只有然后就是吸收忍术，有人说慈弦能吸收忍术是因为有蝎，医师没有蝎就不能吸收了。我觉得医师不吸完全是因为医师不想吸而已，毕竟吸收忍术会原地罚站，很容易被钻空子。此前在吃过一次灰后就再没有吸过，直接缩小身体躲开，可比慢慢吸收忍术划算多了。其他的能力像飞行、浮空、时空间忍术、大黑碗封印术就不细说了，我们着重来看一看医师让大家感知最明显的体术。体术的强度一般都从3个方面来体现：力量、速度、技巧。在辉夜登场前，完全体须佐可谓是力量的象征，大野木这种影级强者见了都直接点投降。然而在慈弦面前却不堪一击，一脚破防。慈弦打佐助就一脚加2根棒子的事，打鸣人会稍稍费劲一些，毕竟鸣人要比佐助肉很多。一只仙湖鸣人的体术能和吸收金氏的陶氏五五开，可对上慈弦却只有被打的份儿，连尾收玉这种核弹都能被慈弦一个平 A 拍掉，这还只是慈弦不是医师哦。再来就是速度，我们都知道精敏的速度就已经可以媲美开了雷顿铠甲的4代雷影了，那仙湖鸣人的速度势必远超精敏数十倍。然而在和医师对拼中，鸣人是一点速度优势都没有，全程被医师按着头追着打，即便开启重粒子模式后，医师的速度也没落后鸣人多少。还有一个参考就是水门用飞雷神加螺旋丸偷袭单眼无钩玉轮回眼的6道斑，结果被斑反手一棍打断手。永恒万花筒血人眼加6钩玉轮回眼配置的佐助，面对医师的高速突袭却根本反应不过来，天舍利加千鸟的偷袭也能被医师轻松识破，可见医师的速度和反应有多夸张。飞雷神和天舍利这样的速度在医师面前都根本不够看。我们观众在动画的慢镜头下可能对速度的感知不是那么明显，但大家回想一下，就佐良娜使用千鸟的速度，在4月他们的视角里就已经是肉眼不可见的一闪而过了。鸣人和迪鲁达的对拼，在博人他们的视角里可是这样的。大家肯定设想了很多对付医师的方法，但最好还是先想想能不能打中雷影，再想想能不能打中4代，最后再拿去和医师碰一碰，这样比较好。有了顶级的速度和力量，就有了医师常见的连招，缩小绕后踢一脚，看似朴实无华，却能打出稳定的高额伤害，让人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这可比消耗大量查克拉，蓄力半天开个大实在多了。在最近的《博人传》漫画里，岸本又赋予了大头目隐藏查克拉的设定，填补了鸣人感知不到缩小医师的 bug， 这就让医师这套连招变得更加无解了。大家想想看，要是班没有抱着玩一玩的心态，从一开始就直接开启完全体须佐，那无影他们还有表现的机会吗？所谓的表现力是建立在双方实力差不多的情况下，你吃我一招不倒，我挨你一拳不倒，这样持续的切磋才能给两边表现的空间。但不管是四影对陶氏，还是鸣人佐助对上医师，都成一边倒的碾压，弱势的那一方根本连表现的机会都没有，大家觉得呢？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下期火影人物吹，我将来吹一吹和医师一样天天被碰死的大头目辉夜，一定要看哦。Hello， 大家好，我是知知居。博人传动画主线又告一段落了，本期视频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在今年博人传动画里，我认为的最精彩的5场战斗吧。
第5名，新第7班 vs 博罗。当你在疯狂吐槽《博人传》严格忍术、反派人均一手吸收忍术的能力时，新第7班与博罗一战光速来打脸，全程忍术对决让你闭嘴惊艳。回应传统的情报战，在这场战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开局是两边的忍术展示环节，博人川木虽然能熟练运用邪的能力，可却拿博罗的再生术毫无办法。黑雾更是让两人直接丧失了战斗能力，但黑雾不能被邪吸收这点，却让四月起了疑心。为了验证猜想，四月在掩护博人川木撤退时采集了黑雾样本，在佐良拉、血冷眼的观察下，确定这黑雾是一种病毒。好在四月身体构造特殊，在体内培育出了病毒抗体，于是新第7班开始了反击。佐良拉率先打头阵，假装中病毒，假装被博罗擒住，好在零距离发起攻击，给后方的博人川木创造攻击的机会。但没想到博罗再生能力太过变态，头掉了都能复原，此消彼长间，博人这边查克拉就快见底。但在几个回合较量下，佐良拉注意到了博罗每次再生前都有结印的动作，身体表面也似乎有东西在移动，或许那就是发动再生术的关键。在川木提供的可组织的情报下，佐良拉更确信了这点。为了验证猜想，佐良拉蓄力千鸟，在博人的掩护下破坏掉了博罗的核，可博罗随即开始暴走，反手就团灭了4人。在最后关头，博人体内的桃矢觉醒，一发超大雨螺旋丸终结了博罗。桃矢的这场除了推动剧情，也很好的避免了被喷战力崩坏、吓人越级打影集什么的。虽然这种事在疾风传也时常发生，但不知道为什么在博人传却成了槽点。第4名，第7班 vs 青。科学忍具在中忍考试上出了锋芒后，被遗忘了好一段时间，终于在这个篇章被正式搬上了舞台。只可惜老粉丝似乎并不买账，大户时代变了，没有以前火影那味儿了。新的加头领更是带偏了节奏，承包了所有槽点。可科学忍具的加入真的让战斗变味了吗？战斗一开始，木叶丸4月佐良拉就不遗余力发起猛攻，虽然忍术全部被青吸收，但这并不重要。他们就是想让青误以为这么做是为了给博人带走博士争取时间。可青也是有丰富实战经验的老江湖，木叶丸的这些小心思对青并不管用。青草早就做好了应付博人偷袭的准备，果不其然，博人失手了，手中的查克拉光剑还不慎掉落，博人急忙去捡剑，可却被青抢了先。但这正中了博人下怀，这是博人引诱青的假动作，弓箭反射青的查克拉，给博人创造了绝佳的输出机会。可即便如此，青还是有机械意志可用，博人自然是料到了这点，也准备了同样的机械意志来抵消吸收球。不过博人另一只手上还捏着螺旋丸呢，青只能眼睁睁看着机械意志被破坏。战斗来到第2阶段，青逃出预警无人机，开始狂轰滥炸。博人分出影分身后，借助风盾腾空后，踩着无人机一边贴起包袱，一边躲避攻击，接着又用风盾调整身位，丢出雷顿手里剑，炸掉了几架无人机。紧接着一发水盾冲向青，落地后，博人借着烟尘掩护，又分出影分身攻击，但青很清楚影分身不能复制复杂的东西，也就是说，带着机械意志的就是本体。半年辉夜也是这么认为的，但很遗憾，青又被博人骗了。博人事先就将机械意志装在了影分身上来虚张声势，最后博人一发丸子终结了这场战斗。看得出来，博人的战斗风格既有迷人出人意料的小聪明，又有佐助华丽不手的技巧，忍术体术和忍具的相互配合，有勇又有谋。如果这还不是火影味儿，那什么才是火影味儿？第3名，川木 vs 我楼。每当看到火影末期动画画风突变，线条细细的，描边浅浅的，画面灰灰的，提数变多了，人物成熟了，心里就会暗喜，动画组又要放大招了。博人传189集，某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疾风传主力画师他来了，行云流水的动作打戏，精良的画面表现，给我们姗姗来迟的蓝号拉足了牌面。川木和我楼两人从状态1打到状态2，全程高冷无尿点，最后川木的蝎模式更是压迫感拉满，倒是便宜了我楼被风光大葬。你永远猜不到博人传的下限会有多低，也永远猜不到博人传的上限能有多高。你们为什么不用忍术？因为这两人不是忍者啊。第2名，鸣人 vs 伊势，这是鸣人与九老妈最后一次并肩作战。九老妈燃烧生命换来的重离子模式瞬间扭转，毕竟观众对鸣人和川木的感情是完全不一样的。第1名，佐明 vs 慈弦，眼花缭乱的作画，逼格拉满的大场面，佐明默契的配合以及虐心的情感冲击。博人传204集又给我们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战斗第1阶段是佐明对能力未知敌人的试探，电光火石般的速度，拳拳到肉的力度，伸缩自如的能力，2、3招间就让佐助败下阵来。
鸣人的多重影分身也被一扫而空。这个叫慈贤的男人比先前遇到的曹氏还要难对付。即便如此，两人依然找到了突破口，发起了新一轮攻势。慈贤虽然能缩小身体，但血灵眼对纳米级大小的物体依然能捕捉到。锁住定位，鸣人攻击。慈贤正得意，即便身体缩小，血依旧能吸收忍术时，他却忽略了。如此一来，他的位置也暴露了，且吸收忍术时的原地罚站会被钻空子。佐助拔剑挥砍，情急之下，慈贤只得借由时空间忍术溜走。然后战斗来到第3阶段，佐助开启完全体须佐能乎，鸣人伪兽化。他们拼上性命也要消除这个祸患。面对眼前这两个庞然大物，慈贤反而兴致高涨，上名皮古纳配合极致的体术和速度，救得两人头皮发麻。手拍尾兽羽，脚踢须佐兰，左名傲视凡人的压箱底绝活，在慈贤面前却这么的不堪一击。但战斗并没有结束。佐助一个眼神，鸣人变形运神会，捏着螺旋丸接近慈贤，接着天手力换位，佐助挥剑砍头，慈贤避无可避，但慈贤也不是等闲之辈，瞬间挡下了佐助的攻击，接着3下5除2料理掉了两人。这下佐助鸣人是真的黔驴技穷，无力回天了。最后一个灰溜溜逃走，一个被封印。昔日的忍界巅峰终究陨落，把这场排在第一。我是觉得比起重粒子模式的无脑人，这场战斗的编排设计更有忍者的味道。情报收集、策略制定、团队协作、花式操作是一样都没少。虐归虐，燃是真的燃。其他的战斗像鸣人 vs 迪鲁达、果勋居士 vs 慈贤，可能是因为